是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很多产妇选择到医院生产，因为普遍的观念认为到医院生产比较安全。不过高嘉代和高嘉英这对姐妹却不这么认为。由于姐妹俩都是助产师，因此她们选择了居家生产，并且互相为彼此接生。姐妹俩的育儿方式以及许多的人生观念和上一代很不一样，她们会沉默以对，还是起身反抗？而爸妈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高嘉代33岁，在从事助产师以前，曾经在医院、诊所担任护士。为了能够兼顾家庭，她选择成为一名助产师。因为她要找到好进去的地方、好进去的位置，她在里面有可能到处转了。当她就定位的时候，其实旁边的空间就小了，所以你出来的羊水的量也会有限，可能就会变少。自认为越大越叛逆的她，想要邀请的来宾是，我想要邀请蔡依林、隋棠。嘉代的先生黄维杰36岁，是一间知名饭店的水电技术员。年少轻狂时很喜欢电音，他想邀请哪位来宾呢？我想要邀请罗百吉来跟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嘉代就读1年级的儿子小鱼是个懂事又贴心的孩子，他想要邀请好朋友来家里做客。我就想邀请小嘉跟浩浩。嘉代的妹妹高嘉英30岁，也是一名助产师，在父母眼中是一个乖乖牌，而她却认为自己是个阳奉阴违的人。有时候好像遇到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把真正的心情表达出来，或是自己内心的想法真实的表达出来，就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子好像很假。一派温和的他，想要邀请谁来家里吃饭呢？我想请范范来吃晚餐。嘉英的先生魏征全26岁，他认为自己应该早一点结婚生子，这样到了40岁时还有体力可以跟青春期的孩子打球，培养感情。对于邀请谁来家里吃饭没有想法。嘉英的大女儿魏安琪2岁5个月，活泼好动，口语表达能力非常好。妈，拜拜。嘉代的爸爸高坤湖61岁，国中训导主任退休，平常喜欢爬山、运动、画画。对于2个女儿又要照顾家庭，又要从事接生工作，仍然放心不下。以他们这种师字辈的哈，你一个月如果没有4、5万的话，你怎么存活呢？他想要邀请哪位来宾呢？我想要邀请王力宏。嘉代的妈妈郭素贞58岁，国小主任退休以后，过着朴素简单的田园生活。对自我要求很高的她，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希望以最完美的方式来呈现。人家说我们这一代，女的是捏不碎的玫瑰，男的是踩不死的蟑螂。她想要邀请哪一位来宾呢？郭淑珍教授难得跟我同名，3个字都同名同姓，很想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用餐。哥哥高嘉宏36岁，他说自己以前比较自私，跟2个妹妹没有太多互动，反而现在越来越珍惜和家人的关系。他想要邀请哪位来宾呢？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施逸南来我们家共进晚餐。在来宾上门前，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宫缩的密度的时间来看的话，大概是，大概是这样子。311就是每3分钟宫缩1次，每次持续1分钟。因为到后期高嘉代正在为有需要的孕产家解说生产的征兆，通常是新手爸妈们会来这里做咨询。其实我主要的上课内容大同小异，最实用、最精简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要生产了？宝宝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呢，比较重的部位会是头跟背部这个部位，所以他要出来的时候会做伸展、抬头。我们前倾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容易，就是地心引力这样把它拉成这样子的一个姿势。
台湾的剖腹产率一直居高不下，但是现在也有不少孕妇希望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宝宝生出来。而家代也很认同温柔生产，所以他毛遂自荐，来到这个专为产家而成立的工作室。对，其实它就是宫缩，但是因为它并不会让你感觉特别不舒服，所以其实它可以算是一个练习。因为家代强调人性化生产，所以他选择的工作性质也相当人性化。他上课时也都会把小女儿豆花带在身边。因为有时候我上课，我都是带着豆花嘛，然后小鱼有时候是下课跟我一起去，或者是假日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好无聊哦，好无聊哦。然后我上课内容他也都会背。可是我的那个课程的海报上面就有写，讲师可能会边喂奶边上课，所以无法接受的人，请你不要来。还好家代的先生阿杰在休假的时候都会陪着家代一起去上课，并且充当临时保姆。休假的话，白天基本上都是，如果家代有什么行程，我几乎都是跟着他走。对，家代可以请你跟我分享那1到1分半那种痛，到底是可以简单的形容看看吗？我第一胎的形容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有一点点懵懵懂懂的生，虽然我是念护理的。家代在五专时念的就是护专，也陆续在医院或是诊所担任护士工作。不过他的爸妈鼓励他继续深造，后来考进台北护理大学助产研究所，才开始接触自然生产。我前面都是走内科，我没有走过妇产科，是去念了助产所以后，我才觉得，我念了助产所，那我应该要至少要有相关的经验吧，不然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别人都是可能是护理长或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人进来的，对，所以后来我就去我同学的诊所上班，妇产科诊所，对，然后上班第一天我就觉得，因为跟我的自己的生产过程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家代和老公阿杰两人是在职场上认识的，他们结婚已经8年。当家代提出想在家里生产时，阿杰简直不敢相信。我一开始是很抵抗，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比较那种优柔寡断的人，我会比较犹豫不决。那当我跟同事可能在聊天，人家就会觉得说你疯了吗？在家里生，那个其实很危险啊。耳朵。虽然家代自己就是助产师，但这并不代表身边的人也都了解居家生产的意义。长辈也会觉得在家里生好像不是那么的安全。第一个一定会怕说会不会小朋友会不会怎么样，再来就是担心妈妈，应该有1-2个月、2-3个月，其实越接近的时候越紧张，可是一直在挣扎。跟家代在讨论沟通的过程中，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是得屈服他啦，因为毕竟就是对，因为个性的关系。爷爷，这是在我们家。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正是7年前家代居家生产的过程。当时妹妹佳音是助产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她的陪产员。怀孕初期的时候，其实佳音就有问我，因为她那时候已经在念助产研究所了，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想要怎么生吗？”我说：“不是都在医院产检吗？那应该就在医院生嘛。”他就问我：“那你要在家里生吗？”我就好啊，好哦。第一胎 OK， 在家里生完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打给我妈妈说：“妈妈，那个家代生哦，那有空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小朋友。”妈妈说：“好啊，好啊，啊，在哪一家医院？”我说：“在家里。”啊，神经病，怎么会在家里生？他说：“好了好了，那我再买东西过去。”就这样，家代的第一胎是在家里出生的。这段经历也成为他报考研究所的入学资料。要入学的时候，就是你要准备5分钟的口头报告，你自由命题，就是自己去准备内容。然后我报的就是我自己的生产，对啊，反正后来我就考上了。好，做这个，嘿，贝贝。
就读助产所期间，家代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家庭，让他忙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几度想要放弃学业。可是我们没有要去到外面这个是瓜牛，才变的瓜牛。当初报考研究所，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要圆爸妈的梦，因为爸妈都是学校主任退休，比较重视学历，他们认为有好学历才能够找到好工作。也是高中、大学、研究所，甚至要出国深造，我们都可以克勤克俭的努力去栽培他们、培养他们。有家庭啊，有孩子啦，因为我们也是职业妇女嘛，知道说有家庭有孩子，真的要在自己的岗位上要能够怎么样冲刺，的确是有点困难的。你需要奶奶吗？你要去走走是不是？小鱼在，你不想要我讲话是不是？小女儿豆花很黏家代，拍摄过程被她打断了好几次。因为他比较常是想要黏在我身上，就是像我爸妈他们就会说，那怎么那么黏啊什么的，能怎么办？他就是这样啊。为了安抚豆花，家代手上的食物不断的变来变去，从饼干变成水果，又从水果变成饼干，总算让我们得到了一小段完整的拍摄时间。先剥一半，然后你慢慢吃，好不好？我快剥好了，先这样。我常常必须要抱着他做事，然后我都是右手做事，然后左手抱着他，所以我之前有一阵子就会觉得我的左边都坏掉了，对，就会有某一部分的肌肉觉得特别紧。豆花要不要坐在妈妈的垫子上面？不要。豆花喜欢跟哥哥玩吗？不喜欢。缓慢的摇了头。哦耶，妈妈过来了，救命恩人来了。家代除了照顾2个孩子，同时还要兼顾助产的工作。最近他又多了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妹妹佳音快要生产了。佳音这一胎要生之前，我都还有梦到说她好像生得不顺利，怎么样的会担心，你知道吗？佳音的第2胎即将临盆，家代是妹妹的助产师，宝宝能不能顺利生出来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今天拜访的是一对助产师姐妹以及他们的家人。家代的妹妹佳音就快要生产了，所以家代今天特地来看看妹妹的情况。很久没有跟佳音见面了，然后加上她又快生了，然后我前几天就是该忙的事情也都忙完了，就觉得这几天刚好，想说来看看她。对啊。姐妹俩的爸爸也特地从屏东上来，他这次有个特别的任务哦。昨天上来就是 stand by 嘛那准备佳音生的话呢，帮她坐月子啊。坐月子我不在行啦，那个佳音她妈妈真的很厉害啦，但是因为她放不开屏东家里嘛所以我就想我自告奋勇啊。佳音在第1胎时订了月子餐，爸爸担心月子餐的塑胶餐具不安全，所以和太太商量后，决定自己上来帮女儿坐月子。其实我原本是希望我就都叫月子餐就好，因为我不想他们太累啊。距离预产期只剩下4天了，但是大家都很轻松，看来他们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琪琪，你要跟爸爸妈妈去土地公公庙吗？还是想要待在家里玩？佳音和先生阿全正准备到住家附近的土地公庙请示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要去土地公庙。就是生产完的胎盘，是想说埋在小朋友出生的附近的土地公庙旁边，然后想要先去问土地公公允不允许，准不准。之前第1胎有问过，然后宝贝就是3次都没有，所以土地公公应该是很不想，但是这1胎就是要再问1次。第1次问土地公公
如果胎盘埋在旁边这棵树下 O 不 OK？ 然后就没有，他可能觉得不太适合。然后后来第2次我就问，那如果跟第1胎琪琪一样，就是如果胎盘顺利下来，那我们就让它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就吃掉。然后我就再问他一次，然后就有。上一次把它吃掉了。对，然后他跟他说也不强求一定要吃掉，但是就是看状况。如果胎盘也是有顺利下来，都顺利的话，再吃掉。但是我不会，就是不勉强说我一定要吃。当然。对于胎盘能不能吃，争议非常多。中医认为营养价值高，西医觉得可能受细菌感染而不建议吃。但是嘉代跟嘉英姐妹都曾经把其中1胎的胎盘吃下肚。嘉英的预产期是3月1号，不过一直到3月7号这一天，宫缩的频率才变得比较密集。因为这段期间有零星的落红，所以今天早上他们特别去医院做产检。因为嘉英她4点多吧就有传讯息跟我说，就是她觉得就是今天的宫缩有比较强，可是还没有到很规律或很密。对，然后我就心里有个底。对，然后我是跟她说，因为刚好今天礼拜2了，然后老大就是上小学全天。对，我想说，那有比较长的时间，那不如就等他去上学，然后我就出门看看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对啊，至少看到也比较安心。然后因为他们刚好今天要去产检，就顺便一起去。我们现在工作很密，所以就等度过每一次的工作，努力度过每一次的工作。还询问一下，晚餐吃排骨饭跟披萨选一个。一定是爸爸说要吃排骨饭，然后你要披萨，对不对？因为我想说今天就赶快把那券用掉，就刚刚好。它口味限定是限什么口味啊？宝贝，生完了。哦，还没生完，妈妈正在生悠悠，还没生完。2姐妹都选择居家生产，是因为她们认为家里是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有助心情的放松。如果纯粹以环境跟气氛来说的话，在医院人事物都是陌生的，限制也会比较多，介入也会比较多。那在家的话，产妇会有最高的自主性，她会希望怎么做让她比较舒服，她可以主动的去做，也是对他们来讲是最熟悉的地方，他们心情会放松很多。那心情放松的时候，身体就会比较自然的也放松。1、2、3、7、9、87。OK。好。大部分自然的产程会出现在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的时候是我们的褪黑激素分泌的最旺盛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产程。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可以在就是灯光比较昏暗，那还有就是宝宝生出来的时候，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它是很黑的一个环境，那出来一下如果灯光太明亮的话，它可能会一下没有办法适应。所以这边就是生宝宝的地方吗？希望是。想法是这样。对，希望是，但是等一下会不会改变？然后就在睡。突然觉得睡好舒服哦，不要起来。嘉代在床上铺好看护垫，以避免血液与羊水沾到床单。我会比较喜欢在自己起居的房间，那里也是老大第1胎出生的地方，然后我也会希望第2胎就在那边生，那是最熟悉的地方。先生阿全对于太太选择在家生产，始终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古时候人都在家里生嘛，那他们会觉得遇到难产的问题嘛？那难产问题基本上，我觉得很大部分都是产检能够排除的。就是没有收缩的时候，可以稍微施力帮他按摩。他如果收缩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希望身体有其他的压力在他身上，所以就可以用这种搔刮的方式，对，就是爱抚他，对，然后可以。就是让他的脑内啡增加，让他比较舒缓。
让他产生愉悦的感觉。有愉悦吗？就觉得被爱。那我这个力道嘞？就想打你。是吗？你说不知道。戴手套，我戴手套。你也要戴吗？等一下再给你戴，等悠悠出来再给你戴，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看悠悠出来哦。妈妈今天痛了这么久，还是想要记得吗？还记得。一起见悠悠好不好？好。谢谢姐宝贝。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记录了佳音即将临盆的一刻。对哦，有水，对。你感觉得到？悠悠，谢谢你，他听到。生产当天，佳音的大女儿琪琪、两姐妹的好友以及她的2个孩子都参与了生产的过程。整个家庭应该是一起在那个过程里面的。佳代说，她的小女儿豆花出生时，儿子小鱼也在一旁陪伴。就是我就在旁边看啊，然后整个都超兴奋的，然后在旁边尖叫，然后最后生出来，我跟我妈妈说，是女生哎，然后就很开心，就有血啊，还有那个黏黏的羊水，我不会害怕的。我加油！爸爸，出来，悠悠出来了！悠悠出来了，他出来了。3月7号晚上7点02分，小宝宝佑佑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佳音的爸爸听到宝宝的哭声，也忍不住上楼关切。很嚣张哎哦！听到2声的哭声，那时候很自然的看了一下时钟，晚上7点02分，平常心呢。今晚开始，佳音的家庭成员又增加了1位。佳代立刻拍了一张全家福，也向人在屏东的妈妈报平安。然后顺便问妈妈，随时欢迎妈妈来一起来看宝宝，一起来团聚，这样对，一起来团聚。居家生产，让宝宝一出生就可以紧紧贴着佳音吸吮母奶，这让妈妈想起了当初在医院生产的情景。我们生完的时候，护士啊或医生就抱给你看一下啊，然后就不见了啊，连摸也摸不到。更不用说抱，更不用说让它帮我贴在身上，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会觉得很羡慕啊，对不对？啊，亮亮呀！一下看。悠悠头发好多，悠悠，爸爸。等好久，多久？可是之前都不敢明说，不敢让他觉得有压力，就觉得我也怕他觉得有压力。宝宝虽然顺利的生出来了，不过佳音的胎盘还没有完全剥离，他们打算慢慢等候。已经出来了，但是它还有膜粘着，对，拳头大小，比拳头小一点点。没有血块的状态下，对，胎盘的主体是已经出来，可是还是有膜粘在那里。对，那如果硬去拉扯的话，子宫会越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等它。我觉得它有慢慢的在一点点松动，那就先喂奶，好，看看它会不会收缩，然后胎膜剥离。子宫颈口的部分就晚一点讨论。你们可以吃饭，还是你们考虑不吃胎盘？都有，我很弹性。那我把我跟胎盘说说话。好啊，好啊。 1个小时后，胎盘终于剥离了。佳代拿出在文具店购买的纸张，准备进行拓印。佳代，你想要淡蓝色，还是粉红色，还是白色？就是印出它的那个血管的纹路。可是因为胎盘待的有点久，所以我不确定现在
就是时间比较久，像血管就会扁掉，那可能纹路就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就是试试看这样。佳音第一胎的胎盘在佳代掌厨下，成为了一道好吃的料理，被吃下肚。我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炒过然后加酱油，然后他们都说好好吃，你就把它当做一般的就是内脏去料理，可以做3杯的啊，因为有的人炖汤啊，然后网络上好像也有就是包水饺。胎盘拓印完成，接下来就是要剪脐带了。所以就是正常的长度10公分。好的，没事的。那我夹这里哦，拿那个剪刀的柄，嘿，好，这是这里哦，黑色的地方。可以。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要记录，然后观察他产后有没有出血的情况。对，通常最保险是就是胎盘出来以后至少观察4小时。佳代替宝宝测量身高体重，写在出生证明上，接生工作总算是告一段落了。这次的胎盘并没有被吃下肚，佳音最后决定将它带回屏东娘家，由爸爸亲手埋入自家花园，并且为胎盘取名为翔。无迄个金目螺吼。啊，我要煮汤的啦。对，就煮汤的。手术后啦，产后啦，这个都很好。好了，就这一条，麻烦你了哈。生平第一次为女儿坐月子，这是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一件工程。这个使命呢，我一定要把它达成。爸爸平常很少下厨，但他事先上网查了很多月子餐的资料，也询问过厨艺精湛的老婆，是有备而来。不过妈妈还是放心不下。其实那个先生要过去，然后你需要请育婴假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很担心他们两个男的都没有经验的，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月子啦？嘿啦。为了这趟月子餐初体验，爸爸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1日3餐里。使命感在那边哈，我是很乐意的，我是很高兴的，真的很高兴这样做呢。因为我没有出房间，没有上下楼，所以几乎所有事情都是爸爸在代劳。爸爸就帮我做了很多事，这样子，觉得爸爸帮了一个大忙。来，这边来。下午茶哈，红豆紫米粥。在佳音坐月子期间，家人们全都感冒了，爸妈很担心佳音的健康，要求佳音回屏东的家，让妈妈帮她补身体。而这次佳代也会一起同行，但育儿方式的不同，会不会让2代间发生什么冲突呢？有时候我很害怕那个佳代跟阿全2个人一起回来的时候，那个管教的方式，有时候跟他小孩子讲话都会担心说我有没有讲错了这样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妈妈如此神经紧绷呢？下一段回来告诉你。今天我们拜访的是助产师姐妹高佳代、高佳音以及他们的家人。2姐妹利用清明假期回到屏东的爸妈家，一群小萝卜头让家里变得非常热闹。小鱼，我弹啊，你唱啊。你说我能弹？不能弹。他就从小我带大的啦，6、7个月就带回来，7-11 24小时啊，带到快3岁啊。哎呀，哇，跟你那么好。对，然后前几天我不是自己在这边吗？他们都在台北吗？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住，3不5时就打电话回来。奶奶，你自己一个人在屏东过得好吗？当时佳代和先生阿杰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全心照顾小鱼，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决定向爸妈求援。给爸妈带的优点就是他们花了很多钱，然后我都不用花钱。缺点的话就是因为变成主要是他们在带，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方式。那我适合去干预太多吗？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像
有没有？对啊，也是有卷啊。好胖。看嘛，明小时哈，刚刚在说你们幼儿园呐，读幼儿园的时候呢，2个姐妹想妈妈就跑出来，对啊，找妈妈，自己过马路找妈妈了。家人们已经很久没有把这些旧照片拿出来一起看了，这也让嘉代想起小时候对父母亲的印象。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她都在整理家里，或者是处理我们的吃啊喝啊什么的。然后爸爸就是比较悠闲，就有点像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其实妈妈她还是有自己的工作。然后现在想想，她真的也很累。对，那在一个就是极度压缩的状态下，其实对她来说最容易的一个教养方式就是命令式的。应该请他们去采一些甘薯叶。嘉代，采甘薯叶，你会不会采？准备存种子，对，这边都是甘薯叶，这次的比较小。对里面这里比较多了，嘉代，里面比较多，你要等一下要跨进去吗？好啊。没关系，你这边先采没关系。那梗这个哈，有这个皮，有这个皮哈，这个皮怕会比较刮比较粗一点，再弄。等一下嘛，先采。等一下进去再。对。因为助产工作的不确定性，嘉代难得有机会和妈妈相处。他说小时候很怕看到妈妈，因为妈妈对他总是有数不尽的要求。然后跟妈妈的互动就是，他可能会一看到我就问我说：“你书念了没？然后什么东西写了没？然后琴弹了没？”然后就觉得好累哦。嘉代，我跟你讲，这里也有哈，这里也有哈，那边有一小丛，那边有一小丛啊。有时候妈妈会说：“你去帮忙采个什么菜什么菜。”或者是过年回来的时候，就是要煮菜啊，然后就说：“你去帮我采个什么菜这样子。”我们家有羊，那只羊跟我儿子感情很好。因为爸爸妈妈养羊是想说让它可以吃杂草。都是自己田里面的，然后炖那个猪脚，孕妇来刚好可以增加乳汁，对，但是他刚好感冒，什么补都不能吃，不晓得要弄什么给他吃。嘉音可以吃虾吗？可以，我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叶子餐，就是妈妈做的是丰盛的家常菜。我今天就坐在床上看照片，然后我说这样应该是已经很乖了吧？就妈妈进来，我就马上被念了。她说：“你赶快去躺好，赶快去躺着，然后不要看东西。”奶奶这么老了还给你招北极。娃娃一个接一个，然后都小小一点点，小小一点点哈，现在全部都带回来的时候哈，慢慢感受生活压力。妈妈退休之前是小学老师，有自己沿用已久的教育方式与观念。不过2个女儿也有自己的做法。我们教育方面就是有正增强、负增强啊。有正增强的话，就是说你表现好哈，你运动会得了前几名啊，给你什么奖品，给你什么奖励啊，或者说你什么事情做不好，扣掉你喜欢的这个负增强，说你不能打电脑啊，你不要给你什么这样，不给你零用钱或什么这样，他们就认为说不行，不要那样是不自然的那样子就是有条件式的。虽然2姐妹的教养方式和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趣的是，她们都认为自己有某些部分和妈妈很相似。太想要别人照着我的方式去做事，就是那个操控欲太强。就是我有时候对某些事情的要求态度会像妈妈。去在那个泰国啦，做大象啦，有没有？这是第一次出国啦，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啦，妈妈是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也会用比较高的标准去衡量孩子，这让嘉代倍感压力。所以从国中开始，
他用叛逆来表达不服从的态度，一度让爸妈很烦恼。家代曾经让我操心过一阵子，那种叛逆的程度，就觉得说，他虽然他是不会跟你大声啊，但是他的行动行为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他不太想顺着你，不太想顺着你的意思做，他想要做自己。因为他们觉得真的对我付出很多，可是我却没有办法照着他们要的样子去走。我谢谢他们对我的付出，可是我不会因为你对我付出了很多，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很有主见的家代，在许多方面都勇于表达，这点让妹妹佳音很佩服。就是从小几乎都是爸爸妈妈说什么，其实我都是接受。但是有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是不接受的，或者是不愿意的，但是我都阳奉阴违。然后看到姐姐，其实觉得姐姐很勇敢，因为姐姐她比较勇于去发声。今天是神秘嘉宾到访的日子，他们决定在佳音的住处用餐。难得全家人聚在一起，能干的妈妈担任中破塞。有这一次的机会，你看促成我们全家，我们过年没有呢，过年像家代个案他也没办法回家，阿姐也是他们服务业的，嘉宏又刚好主管训练快去日本，也是初2才回来，初1、初2才回来，所以除夕夜根本就只有佳音他们一家人回去陪我们而已。其实妈妈早就在屏东准备了几道菜，只是匆忙北上时忘了带来。不过她总是有办法变出新花样。我把2道菜忘在家里，一个醉鸡，前天已经做好冰起来了，结果要出门的时候忘记带。麻油腰子也是昨天早上就赶快去请他切，等他买烫过，冰水冰着了，2道忘记拿出来。昨天没带到那几样菜，觉得很懊悔。哥哥嘉宏目前一个人在高雄工作。昨天他先和爸妈在高雄会合，再一起出发来到这里。哪一个需要先洗？小黄瓜。跟芹菜嘛。请问现在大厨有需要拿什么吗？现在目前是还好了，都很不用。助理。那这些木耳的话，就到时候就再慢慢给你用。大家看起来都一副很悠哉的样子，丝毫不担心离来宾到访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哥哥嘉宏不断猜测着神秘嘉宾到底会是哪一位。我已经在想，今天来的来宾是会带甜点的那一种吗？会带甜点的好像只有2个。现在来复习一下他们的来宾名单吧，有范玮琪、王力宏、罗百吉、隋棠、蔡依林以及郭素珍教授，到底是谁会来家里用餐呢？是王力宏嘛，我觉得范比较有可能我们罗董啊，我就觉得应该是郭老师吧，以后我就失忆男还不错。我希望是郭老师。我觉得郭教授比较会来。到底是谁让全家人这么开心呢？下一段回来告诉你。来宾就快要到了，还有几道菜没有完成。妈妈决定先熄火，和家人去大门口迎接嘉宾。我关火了，我已经关火了。大厨说没问题。要出去了吗？对。好，要出去了。2只狗狗。期待我们的神秘嘉宾与我们共餐。1、2、3，王人，每一个人都会猜自己的。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姐妹俩就读研究所时的老师郭素珍，20多年来不断倡导人性化生产，在她的大力推动下，成立了国内第一间护理助产研究所。她也曾经担任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助产研究所教授，并兼任所长。在退休之后，仍然活跃于产学界，持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因为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新的经验，是去家里这样的一个
互动的形态，然后跟他们家里人一起，然后就看到学生的另外一面。来，郭老师来，那我们就一起用餐喽。啊，来，谢谢谢谢。天气哈，好，这个自家的土鸡蛋，真的好棒，自家的甘薯好叶，丰盛哦。2位同名同姓的郭老师一见面就倍感亲切，更巧的是，他们竟然还是同乡。我民国52年就上来台北，所以我就从麻豆，我是麻豆人。哦，麻豆我是盐水的。真的啊？哎，我盐水国中的呢。对呀，对，然后就上来台北，然后后来毕业就在学校附设那里上班。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医院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如果有指定接生的，就医生接生啊；如果没有指定医生，其实就是都是我们医院那时候的助产士接的，没有错。郭教授回忆起当年接生的盛况，和现在有着明显的对比。因为我们那时候那边生产数也很多，一个月高的时候曾经到600-700个。对，那时候还没有少子化。对，然后那时候郭教授当年是因为听了父母的话而选择了护理科系，因此他很好奇2姐妹选读助产所是否也是受到父母的影响呢？那他们2个来念护理啊，或者念这个，有没有受到你的影响？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先去念护专，然后之后嘉音大学的时候，他说他要念护理系，然后我还去找他聊天说，念护理很辛苦，确定你要吗？他说对，我说好，那就去吧。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记得，真的。对于姐妹俩坚持自己的主张，爸爸忍不住语重心长地说出他的看法。这2个孩子一向都很有他们自己的主见想法，对。但是有一点我失望的就是说，我多么希望2个孩子里面至少有一位能够步郭老师的那个追随，能够走上讲台啦，甚至于在这个领域再把它不断的拓展开来。因为这条路走家代的爸妈对孩子们仍然有着期望，不过郭教授提供了更多元的见解。不过讲台有好几种了，是看哪一种讲台，是教室的讲台，还是外面的讲台，还是像很多不同场合的讲台？我觉得讲台的定义可以让它更不一样。像现在家代走了也是走向另外一种讲台。对，我觉得现在最主要是他同时要兼顾，尤其孩子还小的，这个比较难。可是等到我觉得孩子慢慢长大以后，那他们的经验也越来越多了。对，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又会有不同的一个阶段了。现在大概郭教授的求学路也分成了好几个阶段，博士学位很晚才完成，因此他认为2姐妹未来还有很多机会与无限的可能。不过其实我自己读书也是很晚，我40几岁才读书哎。对啊，所以更不简单，这终身学习。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很重要的是，年轻人能够知道他们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哥哥嘉宏一直在旁边静静聆听，透过郭教授的分享，他渐渐明白了2个妹妹的工作很有价值。其实我妹妹她们的这个职业其实一直都并不是很了解，那是慢慢这样子看，然后包括今天老师分享你们在助产界的这一段历程，我觉得哇，然后就又听到不一样的新的故事，很特别。郭教授平常在公开场合大部分是以师长的身份出现，所以2姐妹很好奇她私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老师，那你有跟你的小孩，就是比如说你们之间有一些冲突，然后你一句话说出口，或者是一个动作下去，然后你后悔了，有这样的时候吗？其实我儿子从小到现在，我大概打过他1次，那就是有一次出去外面，然后他就坚持要不知道要吃什么还是要买什么，就是我们一群人。还有别的同事啊，又有小孩这样，然后他就是一直要，然后我就说要等到什么，他就不要，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子打过他1次，那是我一生中我觉得我打过他的1次，那后来我从来就没有再打过他，可是我不晓得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会记得我打的那1次的情形，还有我自己的那个的情绪，那时候的情绪，唯一的1次特别。对，可是我一直常常在想说，我怎么会为这件事情记忆那么深，很奇怪。
餐叙接近尾声，郭教授特别期许姐妹俩在助产这条路上继续发挥她们的力量。我想很高兴今天来这里，然后那也很谢谢我们两位爸爸跟妈妈，对不对？花这么多的精神，然后从南部上来，那也很高兴我的2位学生有这么好的一个开始。最后，妈妈将自己种的蔬果以及一些手工小点心送给郭教授，结束了这场温馨的餐聚。每个人的身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教材，所以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郭老师能够来，我真的是很高兴，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又刚好跟我同名同姓，这种姻缘真的很殊胜。郭老师应该算是2个孩子的贵人啦，应该也是我们台湾助产界的一盏明灯啊，所以他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跟郭老师不熟，我要讲什么？不知道等一下要讲什么。后来我觉得听了郭老师他一路的生命故事吧，我也觉得蛮感动的。因为今天是真的是第一次听老师讲到自己家庭里的事情比较多，就是跟爸妈之间的相处。因为我觉得也许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比较放松的方式去跟他们相处吧。一开始看到下车的时候是郭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今天猜的一样，因为是郭教授郭淑珍老师来。不过没有关系，他是助产界的罗百吉，因为他跟罗百吉在电音界上面的地位是一样崇高的。并不知道说他在当助产师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过程，让我知道说原来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走过这段跟妈妈有一点类似的路的时候，就觉得印象蛮深刻。我原本想说会不会是一个严肃的吃饭的场合，结果就变得很轻松了。像我们家的人大部分都比较慢熟，所以姐姐跟佳音就会讲比较多话，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